感謝 Satfun、古今志、Austin L448咖啡炼乳的支持，以及以下小伙伴的支持，非常感謝。Hello， 大家好呀，这裡是風琴友。这個小推車本來是上個月就做好，等着台服更新時發的，但是都1個多月了，確實等不下去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是一個頭。相信很多小伙伴已經在路服提前看過了，但是並隔了快2個月了，也應該忘得差不多了吧。所以今天就算是再給提個醒，注意後面會更新的小推車，以及看看我與路服玩家在這上面的推薦有什麼地方是不同的。小推車馬上就要回退了，沒錯，因為設計上的問題導致玩家升級木頭石頭獲得的資源不成比例，導致實際獲得的木頭石頭的資源收益遠遠小於應該得到的收益。而現在官方回退這些資源，並將收益有問題的部分進行修正。對官方來說，這樣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解決問題；而對於玩家來說，不僅可以獲得應有的收益，更是可以重新選擇一次升級對象。這一次回退會將玩家的小推車所有資源等級重置為108級，並回退所有消耗的資源。不過這裡要說一下，再怎麼回退，之前損失的都不會回來，因為回退的資源僅僅只是你消耗的資源，並不包括你升級了木系投石頭之後相對於正常產出所得到的差值。說人話就是，如果正常情況下你花費的資源升級100級木頭，在1個月後額外得到了30萬木頭，而因為耗材的增加導致你用相同的資源只能升級70級，那麼1個月後你損失的9萬木頭則不會得到補償。大家大致了解一下就行。當然，除了木頭和石頭的回退，還會有高達600成新的補償。重新加點的話，肯定還是木頭石頭先拉滿的，因為之前無論你有沒有升級木頭石頭，你所得到的產出都比正常情況下要少，肯定要先拉滿，把損失的補回來。剩下的項目可以根據大家的喜好進行選擇。正常情況下，按照性價比來計算，我會推薦把金幣的等級拉滿，進一步提升小推車產出，這個也是大部分攻略都會推薦的點法。不過話又說回來，金幣可以說是所有資源中唯一一個可以無限獲得的東西。不僅秘境能通過購買更緊多次數增加產出，還能夠直接用誠心購買。所以如果有額外需求，確實可以先暫時捨棄金幣這個選項。就比如說我自己，無論升不升級金幣，都是每天刷新到4.8萬。所以我這裡就把粗煉石和沙子拉到了200級。不過我自己因為秘境還有多餘的資源，而裝備和遺物都沒啥需求了，就點了技能經驗，增加越戰能力。畢竟我目前也還沒有戰力門檻的需求。後來升級到滿級的粗煉石，純粹是石頭比木頭多了20多倍，沒什麼別的原因。希望可以給那些有額外需求的玩家提供一些思路。像中可想打炼獄本的玩家，也可以捨棄一些金幣等級去提升一下石之沙，都是可以的。網上很多攻略我看都是直接拉滿，不管其他項目的，比如252級的石頭木頭，而什麼幻獸兩顆石以及遺物的石之沙都還是108級。這個我個人其實是不太推薦的，因為升級增加的基準產量實際上不會變，但是耗材會越用越多。完全忽略一個項目維持在108級，相當於資源獲取少了一半。我個人還是會推薦大家把全資源等級提升到150級，至少保證一個基本產出不會太低，以及能夠完成賽季任務的程度。而且前150級的耗材也沒有200級以上那麼誇張，完全可以接受。還有一點就是，網上很多攻略都說提升幻獸糧食的等級，因為同跳的額外戰力以及上羈絆冒險的額外產出，讓現在的幻獸戰力要比以前多很多。關於這點，我個人是持有反對意見的。畢竟真想要戰力，還是得從遺物和裝備中獲取。能把這2個等級拉滿的玩家，說實話，在戰力上面也沒有壓力了，不需要幻獸帶來的這點額外戰力。升級幻獸也只是增加基礎屬性而已。和遺物裝備並沒有任何差別。最後有玩家可能會在意，
那我萬一更新後比較忙，沒法第一時間升級怎麼辦？都重置回108級了，資源會少很多。實際上不用擔心，因為郵件已經寫得很清楚了。等級重置是在更新後第一次上線才會觸發，所以在你上線之前，等級還是和以前一樣，不會少資源。不過確實和日常開圖一樣，能夠第一時間重新點，肯定是更好的。畢竟這次調整降低了哈帕迪木頭石頭升級的耗材，可以讓你用相同的資源升更多的等級。資源獲取這方面肯定是要比那些沒有第一時間上線升級的玩家要多一些的。希望本期影片可以幫助到大家。如果大家感興趣，也可以加入我的 Discord。我每次都會在正式公開 YouTube 影片之前，在 Discord 中先發一次鏈接，確保沒有大問題。想要提前觀看影片的玩家，也可以在 Discord 中提前看到影片。那這期影片就先到這裡了，我們下期再見，拜拜。